这些蛊术还真是奇怪，竟然还能攻击人。此时解决了这些蛊术之后，拍了拍刚刚被弄脏的衣服，说道：“我想和这些蛊术上的诡异符文有关系。”萧炎也是察觉这里蛊术的问题，这些蛊术并非活物，至少萧炎没有感觉到他们的生机。之所以能够战斗，萧炎猜测十有八九都是这诡异符文在作祟。只是这些诡异符文究竟是本身就有的，还是被什么人种下的，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将这些蛊术解决后，从里面掠出来的精纯神元之气，竟然都是朝着一个方向掠去，也是让得众人非常的好奇。萧炎眼神微眯，时不时的散发出神魂力量，对着这些精纯神元之气掠去的方位深处探去。而这一探一下，那里竟然有一道逐渐从地底深处散发出来的一股非常原始精纯的神元之气。这一发现着实让的萧炎眼神一动，大家跟着这些神元之气的方向，我想那里有着神亮天元池。说完，萧炎的身形暴掠而出，速度极快，穿越着茂密的树林。没有了蛊术的树枝攻击，武神阁的众人在整个树林之中几乎也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很快，他们便是穿过了这一片树林，在众人的面前浮现出一道什么都没有空地，空地之上皆是被落下来的树叶遮盖。这里什么都没有啊！跟随着萧炎而来的武神阁众人看见这里除了落叶，就根本没有所谓的神良天元池。而方太和吴雪却不那么认为，其中特别是方太，他身为四重天位神，自然是已经感知到了这里的异样。他手掌探出，掌心之中已经出现了一道由神力凝聚而出的刀刃，然后对准一个地方之后，迅速的将这一道攻击轰击在了空地之上，瞬间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地上的落叶全部飞起。只见随着落叶的飞起后，那片空地竟然被直接硬生生的轰出了深坑。不过就在众人走近一看时，却是震惊的发现下方竟然有着一道蓝色的水源池。不少人已经急忙的释放出神魂力量，探测一下这下方的蓝色水源池究竟是什么。然而随着神魂力量接近那蓝色水源池的时候，一股原始精纯的深渊之气便是对着他们弥漫而来。作为武神阁第二队伍的队长方太，他也早已经洞察了下方的水源池，目光看着下方，出声道：“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里的水源池就是神良天元池。我们所遇到的还不是最低等级的，最低等级的应该是绿色，这里的却是蓝色，所以其中的精纯神元之气非常有助于我们对神力的提升。”随着方太的此话一出，身后接近数50位的精英强者纷纷激动起来，瞬间体内的血液也是沸腾了起来。毕竟能够让他们的实力提升到达了天位神后，每一次的实力提升都是极其的困难，所以有了这一次的机会，他们是何等的激动兴奋。各位，这里的神良水源池内的神元之气很充足，现在事不宜迟，一起进入其中修炼一番。方太的声音传入在场的每一位武神阁的精英强者耳中，在下一刻，他们的身影便是直接冲入下方的蓝色神亮天元池中，每一个区域皆是溅起了水花。随后，萧炎、吴雪、方太几人也来到了神亮天元池中，一进入其中，便是感受到原始精纯的神元之气进入他们的每一个部位，明显的感受到他们体内的神力也是在此刻有着一丝动静。看来这神亮天元池中的神元之气对于提升这数50人也是绰绰有余。很快，他们就远转起神力，吸收着这其中的原始精纯的神元之气，使得他们的面色都是非常的红润起来。想必在吸收其中的神元之气时，他们的精神状态也是达到了最佳。与此同时，这蓝色神亮天元池的最中心区域迸发出了灼热且炙热的光芒，然后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流漩涡。感受着这看色天元池中的漩涡，其中那源源不断的神元之气都是有浓郁的元气所构成的湖水。众人很明白，这种原始精纯的神元之气对自身实力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几乎可以毫不顾虑的疯狂吸纳。当然，前提是自己实力境界能够有着突破的范围之内，若是还没达到突破的范围，只会得不偿失。想要强行突破，对于重伤而反噬都是有可能的。无论神元之气有多么原始精纯，都不可一味的吸收。若是把人比作一个湖泊，每提升一个境界，那么这个湖泊的容量就会变大。而从序列神到天位神，从序列神力到天位神力，随着容量的变大提升，神元之气也会发生着质变，但这都需要对神元之气的积累，需要去消化，不可能去无限吸收。如果无限去吸收的话，那么就会受到严重的反噬，实力也就不会提升，重则自身的实力也会止步于此。众人也是明白这一点。不过这里的神亮天元池虽然拥有精纯的神元之气，可是面对50余人的划分还是远远不够的。而他们也是发现，中心的漩涡中精纯神元之气更加浓郁粘稠，如果在那其中吸收的话，更是达到了非常的好的效果。众人也是快速的全部出现在了巨大的漩涡之中，开始精进的进入修炼的状态。在漫天散发出蓝光的漩涡中，只见到一道巨大的蓝色光柱冲天而起，顿时间四周便是一片哗然，最后这蓝色光柱竟是爆炸开来，形成了无数雨水滴落在他们的身上，其中的精纯神元之气也是直接进入到了他们的体内。虽然不能让他们提升一个小境界，但至少能够让他们的实力提升一些。与此同时，在无量神渊的其他区域中，一群身穿黑色衣袍之人来到了一处山峰之巅，为首的2道身影俯视无量神渊的另一处方位。
这2道身影中，其中之一正是噬魂宗宗主，以及最近这段时间宗主极力培养的噬魂杀手。他的身份神秘，无人知晓他的身份，也很少人看过他的真面目。因为噬魂宗宗主极力培养的这位噬魂杀手有着极其重要的任务，所以他的身份和样貌，就算是他们的队伍人员都没见过。噬魂宗之人的行动极其诡异神秘，他们的面貌都是被一层黑袍遮掩，只有他们能够看到外面的事物，而别人根本无法看透他们的样貌。这一次进入无量深渊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那个东西。如果有什么不识相的家伙，直接不留活口，他们的神魂也不要放过。噬魂宗宗主声音低沉，仿佛他才是真正的噬魂者。宗主大人，这一次连最强5大超神势力都来了，我们的行动怕不会被对方发现吧？此时，一道黑袍人恭敬地说道：“你说的是5大神阁那些人吗？他们的确是一个难缠的存在，不过这一次我已经联合了他们，应该问题不是很大，你们不用担心，尽管去做你们该做的事情，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们来。”见到宗主大人这么说，那么底下的这些数百道黑袍身影应了一声后，没有再度说话，无声无息，便是隐匿在了身后那猫咪的黑暗森林中，消失不见。魂，这一次也是你的一个大好机会，一个来自下等世界的渣子，上面那位大人还要我大动干戈，但是如今我已经把你培养成了噬魂杀手，我想你应该能将那位人类渣渣杀掉吧。噬魂宗的宗主说话间，在这有些昏暗的天空下，黑暗也是即将到来，可以从那黑色衣袍中看到自在有着闪烁的红芒，而与噬魂宗宗主站在一起的黑袍身影身躯也是微微一动，从他的黑帽之下传出一道沙哑低沉的声音，让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起来。姐姐，他将会是我永远踩在脚下的蝼蚁，当年被封印千秋万载，这一次我必当加倍让他偿还。炎帝，你给本帝等着！哈哈哈，好，魂，那么他就交给你了，千万别让那个我失望，只要你击杀了他，我便会让你与上面那位大人见面，到时候你的成长之路将会是令无数神祇都羡慕不来的。噬魂宗宗主也是对眼前的这位黑袍身影感到非常的满意，也是他有史以来接触培养最满意的一位，所以将他从封印之中解救出来，为的就是他如今的成就。要不了多久，他的噬魂诀也将会大成，绝对是能够与自己比肩的存在，甚至还会超越自己，被上面的那位大人看中。蓝色湖水中，萧炎、吴雪、方太众人皆是盘坐在神亮天元池中，无数的神元之气疯狂地涌入每个人的体内，每个人的肉体都似随着蓝色的湖水发出淡淡的光芒，神元之气顺着七窍淌入每个人的身体之中。不过在如此众多的强者之中，最可怕的还是萧炎吸收的速度，如今他所散发出来的无色天味海竟然远远超出了其他人数倍之多。如此吞噬的速度下，萧炎体内的神元之气也是变得雄厚了一些。虽然其他强者也有着增幅，不过相比萧炎还是相差很多倍，就连方太和吴雪都是看得有些惊讶，这萧炎的吸收速度也太快了吧，就算他们拥有武神阁的独门秘法，也无法达到萧炎这般的吸收速度，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看来此前的传闻果然是真，那位人类以一人之力将神龙族全族消灭，果然不是简单人物。仅仅从他的无色天味海那吞噬之力就能够看得出来萧炎的不寻常之处。而就在此时，萧炎的眼眸突然睁开，闪烁着火芒的眼睛，神魂的力量立刻扩散开来，一道破风声猛地轰在了萧炎的神体之上。不过还好，强大的神魂力量在冲击力之前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化解了袭击他的大部分力量，不过依旧使得萧炎的身躯后退了几步。旋即在他的上空便出现了数百道身影，每个人身着淡黄色的衣服，在光芒的照射下显得更加的耀眼。灵宝轩的那批人，方太也是在第一时间认出了对方来自哪一方势力。萧炎的目光暗沉了下来，抬头望着天空上的那一批人马，疑惑的道：“灵宝轩，他们是什么势力的？”很显然，萧炎对于第一等级世界中的势力也是不太熟悉。这时吴雪也是从修炼的状态下恢复了过来，解释道：“他们是超神势力之一，拥有诸多灵宝神器的存在。他们对神元之气不是主修，更多的是对各大灵宝神器有所研究。传闻，一名4重天位神的强者靠着强大的灵宝神器，直接击败了一名4重天位神巅峰的对手。如此说来，对方也不是简单人物，看来他们的目标好像是我们啊。”萧炎也是了解了后淡淡的道，显然对于突然出现的灵宝轩这批人没有一丝的惧怕，因为在这些强者之中，那位队长应该是灵宝轩的第一天骄，实力达到了4重天位神。这些人还真是瞎了眼，竟然选了我们武神阁作为对手。吴雪也是有些想不明白，这才刚进入无量神渊，就有不识货之人选了他们为目标，难道不是脑子进水了？你们没看出来我们是武神阁的吗？吴雪的那双美眸微微一眨，然后双手叉腰的开口道。那位带头的队长只是淡淡一笑，甚至知晓他们是武神阁的人也没有一丝惧色。要知道，武神阁乃是最强超神势力之一，与武神阁作对就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
你们是武神阁又怎么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藏青青那位美女不在，你们这些人怕是要遭殃了。听对方的口气，好像是在说，没有了藏青青，他们就不惧武神阁。作为第二队伍的队长方太，自然是无法忍受对方这等看不起人的眼光，当即对道：看来你是不把我方太放在眼里啊！哈哈，武神阁的第2天交罢了。虽然你的实力是4重天位神巅峰，可是我拥有灵宝神器在身，你可能不是我的对手。如果现在交出神良天元池，我就饶你们一命。但是刚刚那位美女留下陪我们数百位弟兄们好好玩玩。灵宝轩的第1天，娇淫荡地看着吴雪娜美妙的身材和脸颊，一股邪火也是很快蔓延至了全身上下。见到对方那向自己投来的猥琐目光，吴雪直接是脸色一青，直接是将3重天位神的力量爆发而出，对着那位为首的队长攻击而去。一道光束便是直接洞穿虚空，直至对方的跟前。不过后者根本就没有半点退缩，仅仅挥一挥手，席卷出可怕的神力，直接抵御住了吴雪的强大一击。呵呵，本少爷就喜欢这样性格的美女了，你越反抗我就越喜欢。说着，灵宝轩的这位男子搓了搓双手，舌头也是在自己的嘴角边舔了一圈。给我杀了这些人，除了那位美女。那位男子也是懂得怜香惜玉，旋即身后的数百道身影爆发出惊人的气息波动，他们手中汗毛闪动，身形顿时宛若闪电一般，朝着下方漩涡中盘坐的萧炎方太一众人掠去，便是准备动手杀人。蓝光冲天而起，只能勉强的看清里面神良天元池中盘坐的50道身影。不过对方见视线受阻，直接释放出了强大的神魂力量，开始寻找着萧炎他们的所在位置。似是感受到了对方的位置后，一出手便是要直击要害，显然想要一击毙命武神阁的这些人。一群神魂力量弱小的渣子而已，在本姑娘面前也敢献丑。而就在此时，这些身形便是猛然一顿，天元池中吴雪的身影猛地冲出，手中更是握着一柄细剑，朝着最近的那几道身影猛地刺去。其中2道身影皆是被吴雪的身影所控制，一时间无法动弹，便是一剑刺去。那2道身影心中一惊，下一刻却听到一声清脆的声音，顺着身影看去，竟是见到吴雪这一剑刺在了这2道身影的腹部上，但细剑并未刺穿，反而剑身出现了极限弯曲，竟然无法刺穿对方的身体。被刺的身影则是露出诡异的笑容，然后直接爆开自己的上身衣服，露出了一道银色的铠甲。刚刚吴雪的那一剑，竟然只是在对方的这一身铠甲上留下了一点痕迹，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那是灵宝神器中的神固铠甲，难怪刚刚吴雪的一剑竟然没有刺穿对方。方太此时也是看见了对方身上所穿的灵宝后，微微有些吃惊。哈哈，美女，还是顺从我家何少爷吧，不然等下又数百名兄弟对你疼惜，怕你承受不住啊。对方这位男子竟然也同样调戏着吴雪，听见对方竟然大言不惭，吴雪也是将心中的愤怒达到了极点。方太见状，也是对着身后50名的精英强者说道：大袈裟，撕碎这些灵宝轩的嘴巴。瞬间，在这神良天元池的上空爆发出上百道可怕的神力波动，双方很快便是扭打在了一起。这片大地都是在疯狂的颤抖着，天空中传来震耳欲聋的打斗之声，双方的攻击极其的精锐可怕，每一招都是杀招。不过这灵宝轩的这批人身上竟然都是穿着神固铠甲，让的武神阁的精英强者一时间都没能适应过来，但是至少还能够招架得住对方的攻势，一招一拳都是尽数的被抵御而下。见到双方已经开打，吴雪对着萧炎说道：萧炎弟弟，你要小心了，对方的实力都不弱。没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下，吴雪都如此的关心自己，萧炎反倒是有些一惊。但是很快他也加入了战斗之中，幻虚神技直接施展而出，令得这一方的天地空间都是虚幻了一下，最后又恢复了原样。只不过随着幻虚空间的出现，萧炎便是这一片空间中的主宰。在萧炎那释放出2重天位神的力量下，虚空上竟是有着一道白色光柱从天而降，直接洞穿虚空。可怕的高温直接令得不少灵宝轩的强者纷纷感到一股炙热的气息，就算是神固铠甲再如何坚固坚硬，都无法承受高温的侵蚀，所以他们感到肉体仿佛被火烫了一般，无比的难受。这是什么力量？为何如此炙热？我的身体都要被灼伤了。不少灵宝轩的强者纷纷痛苦叫喊起来。这还只是第1道白色光柱降临而起，紧接着第2道、第3道、第4道的白色光柱全部落下后，这片天地的温度才是达到了真正的恐怖高温。这是来自幻虚神火的力量。虽然幻虚排名9道神火末尾，可是它至少也是一道神火，万火之中的神，所以炙热的高温直接达到了1重天位神和2重天位神都无法承受的阶段。当然，有些2重天位神直接远转自身的强大神力进行抵抗，也是成功抵御住了幻虚神火的可怕高温。但是那些1重天位神的灵宝轩强者则是直接灼伤吐血，并且吐出来的血液都是被瞬间蒸发。如此可怕高温的空间中，只要实力稍微弱一点，就会吃瘪。这萧炎果真厉害，他自身只是2重天位神，竟然真的做到了这般恐怖的战斗力。不少武神阁的精英强者也是对萧炎另眼相看，有着那4道白色光柱的力量下，直接是破了对方神固铠甲的坚硬效果。此人竟然有神火，真是令我惊讶。不过区区幻虚神火可无法拿捏住我的4重天位神力量，
林宝轩的队长直接将体内的神力爆发而开，恐怖的气息波动直接以他为中心，朝着四周席卷而开。一股可怕的神之力量直接以暴风的形式对着那4道白色光柱暴卷而去。巨大的风暴直接吞噬了那4道白色光柱，然后在那队长的双掌紧紧一握，瞬间那数道风暴竟然再度扩大的数倍，可怕的吸扯之力直接将那4道白色光柱吞噬殆尽。最后他众多惊骇的目光之下，那4道白色光柱竟是直接被巨大的风暴给瓦解开去，然后对方的身影竟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萧炎的头顶，对方竟是想要一出手就要击杀萧炎，一只手臂对着萧炎的头顶按下，可怕的神力波动直接将萧炎笼罩其中，一股危机之感竟然出现在萧炎的心中。没想到这位超神势力的第一天骄如此之强，出手也是狠辣果断。萧炎还是小看了对方的实力，不过就在萧炎准备施展焚神2火的力量时，一道破风声直接袭来，抵御住了对方的攻势。一道涟漪的空间波动渐渐的传荡而出，然后一道挺拔的身躯直接站在了萧炎的面前，而他就是武神阁的第2天骄方太队长。哼，竟然对我的人下杀手，真当我不存在吗？一股可怕的神力波动直接从方太的体内暴涌而出，与对方的强大攻势撞击在了一起，对方的身影也是退了数步。方太的眼神一寒，一股杀意直接弥漫周身。这位武神阁的第2天骄可不是那么弱的，不愧是第2天骄，你的实力没想到如此强悍。那位林宝轩的队长夸了一下方太，不过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根本就没有惧意方太。你也让我非常的吃惊，刚刚那一掌的力量竟然没能将你重伤，想必你身上的神骨铠甲给你带来了一些优势，但是结局都一样。方太的声音极其的霸道，身上的气势也是爆发而出，四周风暴席卷而起，一名4重天位神巅峰的神指强者，那股气势就算是寻常4重天位神都难以招架，而这位林宝轩的队长却是能够强撑而下，不得不让方太吃惊。是吗？那么我现在就领教武神阁第2天骄的实力。林宝轩队长那轻飘飘的冷笑，犹如在沸油中投下了一盆冷水般，顿时一股强大的神之力量铺天盖地的自其体内暴涌而出，旋即他的手爪猛然探出，旋即快若闪电般的接出诡异印结。只见的那涌出的强大神力一阵翻腾，其中有着一道灵宝散发出血色光芒，最后一柄足有小腿粗壮、通体暗红的血矛迅速凝实而出，最后出现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中。血矛凝实，林宝轩队长的手爪一探，便是将之牢牢握紧，抬起头冲着萧炎嘴巴一动，露出略有些尖锐以及森白的牙齿，周身的可怕气息猛然一震，顿时一道尖锐的怒声咆哮再度夹杂着无匹杀意自林宝轩队长的嘴中爆吼而出。而在这道嘹亮声波中，后者身形犹如御风而行般，化为一道极其模糊的血影，闪电般的出现在方太的面前，手中长矛带起森冷劲风，极为狠辣的直刺方太的心脏部位。这速度这力量直接让的方太眼神一凝，这不应该是一名寻常4重天位神能够施展出来的力量。回想间，对方能够有如此的实力，恐怕与刚刚那散发出光芒的灵宝有什么关系。使用了灵宝后的林宝轩队长，其神力也是有着暴涨的迹象，众强者都只能看见前者身体微微颤了颤，旋即再度凝望时，却是惊骇的发现那道身影已经逐渐的变得虚幻了起来。显然这是由于速度达到了某种极限时方才会遗留之前的身影。林宝轩队长所展现出来的速度令得无数强者满心震撼，然而那与之对视的方太脸庞上脸色一凝，漆黑的眼瞳中一抹血色光线急速放大，下一瞬间血色光线猛然化为一张狰狞的脸庞，那锋利无匹的能量血矛也是穿透了空气阻碍，带着森冷劲风直射而来。方太双手一变，一道厚实的黑色盾牌直直地矗立在其面前，而那血矛则是重重地点在了其上。顿时一股劲风犹如暴风般狂猛地席卷而出，那股劲风之强甚至隐隐中带上了极为细微的风雷声响。而后双方的强大出手也是抵御了彼此之间的攻势，方太和对方皆是退后了几步，手臂也是狠狠一抖，这才将林宝轩的强大一击给抵挡下。眼睛轻抬，目光透过眼前的盾牌，看见了林宝轩队长那阴寒的脸庞，一双眼瞳释放着无匹杀意。没想到竟然能够抵挡住我的这一击，不过很快我就要在你身上扎无数个血洞。林宝轩队长阴森森地狞笑了一声，紧握着手中的血矛，手掌猛然一扭，那停留在盾牌之上的血矛顿时一拐，旋即带起一道血红光弧，再度爆刺而出。现在的你可没那资格，不要以为有灵宝加持就以为自己很强。方太冷冷一笑，脚掌之下一丝银色闪电突兀闪现，身躯一动，身形顿时犹如鬼魅般顺着血矛窜出，五指紧握，一股可怕的神力缭绕其上，夹杂着能够击杀所有东西的力量，毫无花俏的对着林宝轩队长的脸庞上轰击而出。见到对方的反击，林宝轩队长也是极其震怒，右掌之上同样血气缭绕，锋利如刀片般的指甲轻轻一弹，只听得细微的哧啦声响，就犹如空间都被其在此刻撕裂了一般。五指并拢，宛如一柄锋利的血剑，直接对着萧炎拳头刺了过去。那尖锐的劲风
犹如利刃切开薄纸般的声音，令得不少神指强者的身体都感到微微泛寒。感受着林宝轩队长那有些诡异的指甲血剑所蕴含的尖锐劲力，方太的眉头也是微微一皱。听那声音，这指甲血剑的锋利程度，恐怕不比刚刚那血毛叉。这般的攻势，如果直接用肉拳回击，对他可是颇为的不利。心中念头急速闪掠而过，电光石火间，方太手臂却是陡然一颤，拳头之上所笼罩的雄厚神之力量突然脱手而出，化为一枚神力能量球，冲着林宝轩对长暴轰而去。脱手的能量球犹如一枚出膛的炮弹般，在出膛的那一刹那，一股极其可怕的力量瞬间爆发而出，顿时那颜色变得深沉了许多。能量球划过之处，就连空间都是出现了些许扭曲皱褶。能量球所散发出来的强大能量，也是让林宝轩队长有所察觉时，由雄厚神力所凝聚出来的能量球已经抵达而至。一旦被击中，即使有着神力罩的防御，恐怕也会受到不小的创伤。此时，林宝轩队长才觉得，对方虽然是武神阁的第2天骄，可是那股战斗力竟然如此惊人，看来还是小看了对方。就算已经有这样的察觉，林宝轩队长也是未曾有丝毫退缩，一股股强横的血色神力从体表毛孔喷射而出，旋即一道血色光膜闪电般的在其手掌处凝固而出。